昼出耘田，夜绩麻。村庄儿女各当家，红松未解供耕织。野傍桑阴，学种瓜。堪，天道也；舆，地道也。仰以观于天文，辅以察于地理，是为堪舆。群山连绵盘旋，如笼卧大地。若要点穴，你就要了解当地的风向、流水和土壤的状况。有句话叫“欲速则不达”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最厉害的本事，是用真话、实话来骗人。师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也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奥，后来亏吃的多了，才慢慢懂了。师傅的意思是，我仍需磨砺。师傅的意思是，你小子又被骗了。你师傅我天赋异禀，天生会骗人，你怎么能相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？太嫩了。来来来，给你。恩公，先生，好些年没来看你了，都长这么大了。解解看。将军所。看来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。师傅们都待我很好。听他们说你学了不少本事，每天卯时起，亥时睡，从来不曾懈怠。你不觉得憋闷无聊吗？无聊的时候就数数庭中的砖和瓦。那地上有多少块砖呢3381块。房上有多少片瓦48300片。你家当晚死了多少人？我家有门生10人，被黑衣人所杀。我看着师兄狗生被人碾断了脖子，我的妹妹、母亲均死在剑下。那晚一共死了14人，距今3325天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心性依然坚固如常，恨意丝毫没有被消磨。你在这里无忧无虑，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淡忘。师父教我的，仇恨不用写在脸上，放在心里就好。心是自己的，别人看不见；脸在外面，人人能见。
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，看看喜不喜欢。他就是你的仇人，平津侯庄如隐。没错，就是他，化成灰我都记得。平津侯戎马半生，手上沾满鲜血。他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生性谨慎多疑，无时无刻不穿着一件金丝软甲。他身边的护卫密不透风，你要想杀他，难如登天，只能智取。那我要如何才能接近他？你要找个机会，成为他的幕僚。所以师父一直教我纵横之术。在平津侯身边有3个人，横在你与他之间。你要想真正的接近平津侯，必须先过了这3道关。此人名叫瞿娇，是平津侯的贴身侍卫，也是他的府兵统领。他专替平津侯杀人，手段极其凶残。杀我家人的，就是他。楚怀明，他原本是你父亲的属官，因能力平平，在钦天监难有出头之日，所以他背叛了你的父亲，投靠了平津侯。你父亲死后，他被平津侯扶上了钦天监监正之位。此人口蜜腹剑，行事卑鄙。你会堪舆之术，将来一定会被他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这个人叫杨真，是平津侯的第1幕僚。他就是当年将灭门伪造成盗匪劫杀，替平津侯瞒天过海之人。此人颇有心机，深受平津侯的器重。他也牢牢地把控着侯府的一众幕僚。你若是进了侯府，崭露头角，必会遭到他的打压。这是平津侯府的名册，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。侯府内错综复杂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恩公，您给我看这些，难道是我要回京城了？日奴还未出师，现在回京城是否为时尚早了？京城出了件大事，太后已于3日前驾崩，朝野哀痛。原来如此，这个机会稍纵即逝，只怕以后很难再有了。知奴，乾隆必须入渊了。明日，你便启程吧。智奴学艺多年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除了将你多年所学融会贯通，你还要格外谨慎，相机而动，才能在京城这波谲云诡之地保存自身，虚图复仇大计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身份，你要铭刻于心。从今以后，你只有一个名字：藏海。
你是不是心里在想，恩公跟兴东老儿在说什么呢？太后驾崩为什么是个好机会？师傅，您会和我一起去京城吗？当然了。真的？一想到要一直跟你待在一起，烦也烦死了。我不烦。师傅，吃白果。这还差不多。你想的懂事。师傅，全部都已经熟记于心了。都记住了。到了京城，去诊楼，会有人接应你。他们想查你的身份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会抹去你在这里的痕迹。师傅，有一件事儿，我一直想问您。多年以前，你就已经看到我手上的印记。当时你为何不问？我不敢问。这么多年，其实你一定非常想知道，你的恩公，还有你的这些师傅，究竟是些什么人。这些都不重要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从你获救的那个晚上开始，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你而存在。如果你执意想知道，你下次见到高明的时候，可以问他。走吧。师傅，保重身体，后会有期。在这儿除了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、找乐子的，望月阁八公子的影戏，不可不看呐！哎，您想知道的京城异闻、朝中秘辛，咱们这儿应有尽有。来，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客官。公子记得去看八公子的影戏，里边请。来，各位客官们，里边请了。有好玩的、好吃的。来，好漂亮！还有那里啊！您等等，船上。要不要这边是？
公子，您这是？上壶茶，把灯点上。公子，您要点灯？对啊，点灯。公子稍后。客官久等了，你的灯。姑娘，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？客官，您不知道啊？哦，我初来贵地，不太懂这儿的规矩。 敢问姑娘，这灯有什么来头？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，是我们诊楼留给最尊贵、最捧场的客人的。谁坐了这朱雀头，掌了灯，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。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，这台下看客的茶钱、酒钱也一并包了。这一盏灯1000两，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。 这灯我不点了，这座我也不坐了，告辞。慢着，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，不是说走就能走的。这灯点上了，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7两银子。这座我实在是坐不起。楼下有位置，跟我走吧。 刚来京城啊？是。在我们诊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。你站的这个位置5两银子，你刚刚给了我7两，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，还是给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？讲戏我就只收你2两，来的都是客嘛。好，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。 凤凰先去。这只凤凰，就是太后。挺聪明的嘛。这只凤凰是8日前驾崩的太后，这条龙是先帝，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。先龙已封礼，不顾凤凰求。 太后驾崩，依照礼制，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。
可是先帝身旁也有李贵太妃陪葬，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。那这只金龙就是当今皇上，那群蟾蜍又是谁？当然是聒噪的文官，你看是不是很像？皇上无子，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。太后驾崩以后，他们更是变本加厉，不是上书进言，就是福贵死谏，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。现在朝廷分为两派，一派以临淄王为首，要求尊太后一命，另一派却不从。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，就是临淄王。临淄王是太后亲子，太后合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，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1年为太后守丧呢。金龙怒冲冠，遁入云霄去，自此无影踪。皇上怎么说？你没看到那条龙飞走吗？这事皇上不管了。白虎领天命，欲把风波定。群蝉乱声势，寥寥剩3人。这白虎，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？没错，这白虎就是当朝荣禄大夫平津侯。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工部和钦天监，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，为了庄知府，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你去哪儿？这戏还没演完呢。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，姑娘，你也赶紧走吧。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来，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？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。我左手边那个一直在写东西的人，他恐怕就是在记录罪证。我那个，别指。你看他身子做得这么板正，身上肯定也有凶器。你看2楼也有不少盯梢的人，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。他们，哎呦，他们啊，他们是都尉司的厂尉曹公公的人。曹公公，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，统领都尉司，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，上到官府衙门，下到客栈酒肆，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厂尉。那八公子还敢在厂尉面前说这些？你来的时候看到枕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？亲赐恩荣，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，有他在枕楼里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。虽然常年有厂尉在这盯梢，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。也许以前他们不敢，但今日可不一定了。怎么说？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，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，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，说了太多的宫闱秘辛，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厂尉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。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，
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姑娘，若你与八公子相识，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。如今这里遍布场卫，以他们的手段，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。你那么聪明，你帮他想个办法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事儿我管不了。哎，谁说的？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。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，久仰久仰。姑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，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。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，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，真是好雅兴啊！八公子，八公子，八公子，请受小女一拜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没人见过八公子，现在你就是八公子，还不快！给大家讲讲，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在那儿追！哎，站住！追！呆子，这那边。小子，走这边。过来，别动，按我说的做。王公子，你喝醉了。呵，哎呀，怎么这酒量不行啊？啊，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王公子，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啊？不成，定远伯的公子在枕楼还为你续了一摊呢。走，走，啊，走。哎，走，怎么样？跟丢了，没找到。走。王公子，慢点。师傅，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！你来京城，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。要不是我在，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我今天确实大意了，没想到被人在枕楼上了一课。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她为枕楼办事儿。师傅，那些场卫很棘手吗？没事，不过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。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，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。小子，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、伯爵云轨了吧？您说的对，是应该多加小心。哎，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，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。你说说。太后下葬，朝臣们分为了两派，一派力主维持现状，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，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棺椁，促成帝后合葬。皇帝为难，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，工部侍郎庄知府去做。而如今只剩下3日期限，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。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。
我问你，太后是谁？先帝的皇后，皇上的嫡母。李贵太妃是谁？皇上的生母，先帝深爱的妃子啊。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？是皇上。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政的礼仪之争，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。不移贵太妃的棺椁，失了臣心；移出贵太妃棺椁，又失了民心。怎么做都是错。所以，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儿是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？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他为什么还这么做？哎呀，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。都给我带走！放开我！半夜你们抓错人了，我不会看风水呀！抓错人了！我是个做棺材的。放开我！这马车里装的都是抓来的风水先生，凡是跟丧葬沾边的，全都给抓去了。前2天还有个卖香烛的都抓住了。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，他尽力了。哎，师傅，我来。师傅，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？想好怎么入局了？儿子，儿子，爹，关爷，关爷，关爷，走，爹，一并带走。儿子，走，儿子，孩子，大人请慢。草民听闻大人在找风水先生，草民不才，对风水堪舆略通一二，愿意前往。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？你倒是有趣儿，主动送上门，那就一起去吧。走！哎，大人请慢。风水堪舆是精细的活儿，小孩子毛手毛脚的，万一耽误了官爷的大事儿，那就不好了。走吧。同志，别没事，别没事啊！我就是个杀猪的，帮做法的道士杀过一只猪子儿，哪里会看什么狗屁风水呀？平津侯，你连猪都不如！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恩公，恩公，方才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子。你先起来，先起来。这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啊！这辈子只怕是报不了您的恩了。来生，我翻溜做牛做马，报您的大恩。哎，做牛做马就算了，说不定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呢。你这不是送子吗？别人躲都躲不及，你还上杆子去？哎，你是有真本事还是个假把式啊？哎，我说各位，咱们去见的是平津侯，又不是阎王爷。你的意思，这事儿你能解决？听天由命吧。困了，睡会儿。麻烦范兄一会儿到了叫醒我。多谢。好，真病都要没了，还有那心思睡觉。进去，不是进去，进去，开门！出去啊！我出去！
抢走。想活命的都别动！这他娘的是啥地方啊？我们已经没得选了，只能往前走。但这地宫里面危险重重，你们一定要按我说的方位走，更不要乱碰任何东西，听到了吗？这是一整龟，坐北朝南，五行不离水土体，九星常带，五必随。这里一定是按九星位修筑的。那边就是西边。恩公的意思是有办法带我们出去？我也只能试一试。一会儿我数到3，所有人听我的指令，我们一起动。阿良，来。一会儿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2块砖，屠夫，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3块砖，听见了吗？1、2、3。这墓道的机关是相连的，只要走对了位置，就不会有事。这位兄弟，你一会儿往后退一步，也就是踩你东面的第1块砖。后面那位兄弟，你一会儿踩西面的第1块砖。你确定是这块？你相信我。我踩。准备好。1、2、3。朴木角野为凶恶，人专诸事并清宁。利藻药性或心共，河道似药有灾蛀。侯爷久不掌兵，却依然礼力惊人，件件射中靶心，风采不减当年呀！既然不会说话，那就把舌头割了吧。侯爷饶命！侯爷饶命啊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！大人都在墓道里了。侯爷，新的一批风水先生已经到了。之前那几批呢？按照侯爷的吩咐，已经处理了。80多个人，就没有一个能想出解决办法的。真正有神通的风水先生，多是隐逸之人。下官已经增派人手寻遍名山大川，一定会给侯爷解燃眉之急。楚大人，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，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了。侯爷息怒，下官一定会尽力。换工。父亲，儿子斗胆一问啊，这太后下葬原是皇上与朝臣之争，为何一定要找风水先生啊？太后下葬这事儿各有各的看法，但除了皇上，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。难就难在，皇上的心思好猜，但要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那就难了。那要是一直都找不到呢？为父自然会想办法的。首先，你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，不要让人抓到把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住你。儿子明白了，多谢父亲。
坤元合德即兼通，武器偏全定吉凶。代天履跌，人为贵。顺则吉谢，凶则备。我好像猜错了。快蹲下！给他家的都是啥东西呀？别动！这是断骨套，是前朝流传下来的墓葬机关，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。怎么过得去呀？这种丝，削铁如泥，但也很罕见。造墓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，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。屠夫，你采西面的第4块砖。范辽，你采西南面的第4块砖。好，我们一起向断骨套阵列的边缘靠近。听我口令。1、2、3。配合干支仔细想，定人祸福与灾祥。要与人间开龙葵，顺逆之际须理会。1、2、3。我到头了，赶紧开门出去呀！我还不能走。这是皇陵的墓道，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。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，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，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。那这……先别急，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。这里是旧兴卫，接下来我们需要逆行武皇中宫。武皇中宫，屠夫，你我西北方向采第2块砖。范辽，你采西南方向的第4块砖。好，准备好了。1、2，相信我。来吧，来。1。